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不得不说，白鹿这张脸才是媚骨天成。白鹿这位非科班出身的女演员，用极具辨识度的面部语言重新定义了媚的当代内涵，不是浮于皮箱的艳俗，而是深植骨香的流动风情。白鹿的面部构架暗藏媚态美学的最优解，其颧弓前凸度控制在3至5毫米的黄金区间，既撑起面部立体度又不显凌厉，45度侧颜时自然形成光影的暧昧地带。不得不说，白鹿这张脸才是媚骨天成。她的下颌折角精确到116度，比标准美人脸多出2度的钝感，正好中和了高颅顶带来的疏离气质，为妩媚注入恰到好处的亲和力。眉骨与鼻梁的衔接堪称媚态发动机，眉弓骨较常人高出1.2毫米，与低山根形成15度落差。这种构造使眼窝自带阴影效果。当镜头从45度仰拍时，眉眼区自然形成漩涡般的视觉引力场，周生如故，中城墙诀别系的破碎感正源于此。白鹿的头骨比例更是遵循新古典主义法则，枕骨饱满度超出均值13%，后脑勺弧度完美承托各种古装发髻，额结节间距较窄却饱满，既保持古典美人的温润感，又能驾驭现代妆造的锐利线条。这种可塑性使其在一生一世与宁安如梦间自由切换时空维度。眼睛是白鹿的媚态控制中枢，内眼角下勾度达到32度，外眼角上扬度精确到15度，形成独特的羽玉眉目。这种构造使其在招摇中既能演绎魔尊的睥睨众生，又能在以爱为营里展现都市女性的娇嗔，眼波流转间完成多重心绪的丝滑转换。面部肌肉走向决定媚态质感，颧大肌与笑肌形成黄金夹角，大笑时苹果肌呈现向上的抛物线，而非横向扩张。警察荣誉中的治愈笑容能破圈层传播，正因这种符合力学美学的肌肉运动轨迹，而平静状态下面中部留白处则蛰伏着随时准备苏醒的媚态潜能。不仅如此，白鹿的微表情管理系统堪称天赋异禀，上唇提肌收缩度比常人高出20%，造就独具辨识度的半咬唇微表情。在凤求凰或玄将军的戎装造型中，这个细节将杀伐决断与女儿情长融于一炉，创造出刚柔并济的新型侠女美学。白鹿的美貌解构了网红脸的审美霸权，其面宽与同剧的0.618黄金比，鼻翼宽度与嘴裂长度的完美呼应，证明标准美之外存在更高级的审美范式。王牌部队中为施粉黛的军旅造型意外出圈，恰恰印证了原始古香的统治力。古典媚态与现代气质的共生实验极具启示性。九流霸主中的造型更是将敦煌风唇妆与现代式娇媚眼妆相结合，创造出跨越千年的媚态对话。这种创新打破了对古装美人的刻板想象，为传统美学找到当代出口。多元媚态的可能性正在被重新定义，从烈火军校的俊秀男装到长月烬明的优雅端庄，白鹿证明媚态不是单一维度的视觉符号，而是可以承载复杂人性深度的美学语言。当眼尾红妆染上血色时，妩媚变成了权力博弈的视觉隐喻。在宁安如梦的撑伞镜头里，白鹿睫羽上的淡雅眼影与唇间的橘红唇妆更是构成了动态媚态画卷。这个瞬间凝固了东方美学的当代觉醒。媚骨从来不是取悦他者的工具，而是自我表达的锋刃。当95后小花们仍在甜美与御姐间艰难抉择时，白鹿用这张被造物主精心计算过的面庞，劈开了第3条美学路径。至此，妩媚与力量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，而是可以相互滋养的美学生态。